当下的老板有3大死穴，第一大死穴，用家园思想活在全球时代；第二大死穴，用封建思想活在民主时代；第三大死穴，用农业思想活在市场时代。我先说第三大死穴，用农业思想活在市场时代。我们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中国是供不应求的，只要你有好产品，你的所有的代理商都是拿现金去工厂排队，还怕买不到货。我相信大家都经过那个年代，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个时代确实是，只要你搞好研发。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做研发的，做什么研发？开工厂，做那种防盗门、防盗窗的。他做了应该有20-30年了。他真的就是只会研发，他就是个产品经理，他也没有营销，他公司一个销售员都没有，因为他以前不需要啊，都是别人排队找他要，做成代理商。但是请问今天他卖不出去啊，他还在那整研发的，他认为我产品卖不出去是因为我研发的不够好，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我说不是你的产品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比产品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更可怕的是老板的思维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就是在我看来，企业就是经营关系，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员工和客户的关系，客户和这个老板，也就是企业的关系，就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叫团队思维。你必须要有带团队的思维，能够把你的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都给凝聚起来。只有这样，这个企业才能够做大，才有战斗力。那员工跟客户之间叫产品思维，也就是说，员工跟客户之间的交流，产品是个媒介。如果产品做得不够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解决消费者的需求，那你再好的销售，那都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长久。所以这叫产品思维。客户跟企业之间就是营销思维。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一定是这个企业的营销做得比较好。其实大家有没有，如果用心想一下的话，用我们财商思维来去讲，我们为什么财商有4大能力？第一个就是营销，而不是销售。销售跟营销是2个概念，销售是你要卖东西给别人是主动的，营销是别人主动要找你买东西。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啊，就是产品做得好的，营销做得好的都不需要销售员。或者说那些大的品牌、大的企业，它不需要销售员。举例，苹果，因为我是苹果的老用户，我太清楚苹果了。苹果到现在为止，整个公司没有一家销售店。我还去过苹果公司，我在去年的时候去过美国硅谷，去到苹果总部，就是苹果的零售店只做服务，从来不做所谓的营销。苹果所有的产品都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代理商全部齐聚苹果总部，然后直接就把产品买完了。所以说，好的公司、大的品牌，它根本就不需要做销售，它做的是营销。也就是说，老板必须要有3大思维：第一个团队思维，第二个产品思维，第3个营销思维。而我的那个做门的那个客户，他只有一个思维，产品思维。他只有产品思维，他以前在那个供不应求的年代，他只有产品思维，他不需要带团队，不需要搞员工关系，他不需要懂什么分配机制、期权机制、股权机制，他不需要怎么激励团队，他不需要企业文化，他也能赚钱，对吧？他也不需要营销，他也不需要卖，他也不需要渠道，他什么都不需要懂，什么品牌运营他什么都不要懂，他也能赚钱，因为那个时候供不应求。但是现在呢？现在他没生意，现在他亏钱。所以老板的第3大死穴，用农业思想活在市场时代。现在是市场经济啦，不是搞农业农产品，我只需要把产品做好，我就不愁销路，这是死路一条。那老板的第2大死穴，用封建思想活在民主时代。就这个世界已经21世纪了，但是很多老板的思维还停留在封建主义那个年代，对员工又打又骂又人格侮辱，就是你是我的奴隶，他这个思维就是封建制、奴隶制。但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员工可以告你，员工可以走，员工可以去你竞争对手那里，员工可以想办法搞死你。所以有多少企业是被员工搞死的？太多了吧？那你就得变呀，包括这个跟客户之间也是一样。一个企业之所以会萎缩而且就是会坍塌，甚至会破产，让老板负债累累，最容易搞死企业的人，一个是员工，一个是客户。有多少企业是被员工投诉搞死的，被客户投诉搞死的？那请问为什么他会搞你呢？是因为你搞他吗？是因为你对他不好吗？是因为你在用封建思想在活在民主时代吗？到现在每天还有新闻报道，某某某旅游的导游不买东西，不让客户下车，把大巴一关开始骂这些客户，今天还有吧？就是你告诉我，你得罪客户你不想死吗？但是他为什么敢得罪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牛逼，我嚣张跋扈，我骂员工，我骂顾客，所以这是老板的第2大死穴。那第1大死穴就是我刚才讲的，用家园思想活在全球时代。就是说，今天都地球村了，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周老师，我如何增加业绩？”
我说你是做什么？我是卖家具的。我说你在哪里卖？我在新疆某某下面那个小县城。我说你开店开了多少年？25年。我说你企业现在做的怎么样？一直在萎缩，一直在亏钱。我现在想贷款再装修一个店。我说你疯了。我说你有做抖音直播吗？没有。有做短视频吗？没有。你的客户来自哪里？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呀。我说你说错了，你们那个市的一定很少，应该就是你们那个区的吧。我再说句不好听一点的，应该也就是你们那个街道的吧。哎，周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开了个破店，就在那个四线小城市，它只能辐射。你又不做线上的引流，你又不做线上的成交，你肯定就只能做那个街道办的生意吧？那还说什么说？但是同样做家居的，我在2022年疫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做家居的，而且是在农村，山东的一个农村，山东枣庄，我就教他做直播，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家具迈向全中国每一个地方。他的营业额从以前200-300万做到最高峰的时候，可以做到1年1-2个亿。我说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叫客户主张。就你的客户主张有多大？就是你今天在你那个3、4线城市街道办开了个小店儿，在那个商场里面，你的客户主张就是那个街道办。但是请问周文强的客户主张有多大？周文强的客户主张是全球所有华人能听得懂中文的。那接下来我用 AI 把我的话变成英文，接下来我的客户主张将会变成全球所有人。所以就是说，你的客户主张就是街道办的那2000人，而我的客户主张最起码是20亿全球华人。那接下来是全地球80亿人，怎么跟我比？财商有一个不变的宗旨，量大是致富的关键。所以要做就做全球的生意，这叫客户主张。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想这个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什么产品卖不出去呀，企业萎缩呀，企业没有被动收入啊，一次疫情就让自己破产了呀，那就要学习财商。只有学习财商，你才具有全球思维。当你跟着周老师系统性的学习财商，拥有全球思维的时候，你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思维一旦改变，那个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自然就来了。